11月25号，美霍珀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表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美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是其大搞航行霸权、制造南海军事化的又一铁证。充分说明美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风险制造者，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这是南部战区3天来第2度就南海问题发表谈话。11月23号，为期3天的美菲南海联合海空巡逻正式结束。这是时隔7年，美菲首次重启海空联合巡逻。在这次联合巡逻中，双方巡逻位置从距离台湾只有100公里左右的雅米岛开始，逐步进入南海地区。舆论普遍指出，此举具有十分浓厚的挑衅意味，无疑会进一步让南海的紧张局势升温。对此，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发表谈话指出，11月21号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运城舰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期间，菲律宾拉拢域外势力为南海巡航，搅局滋事并进行炒作，破坏地区和平稳定，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此次美菲联合巡航被报道是7年来首次，但9月4号，菲律宾军方曾发布，菲律宾和美国军舰在南海海域举行联合巡航，也被媒体称为菲美首次在南海进行联合巡航。当时，菲律宾海军何塞黎莎号导弹护卫舰与美国海军拉夫约翰逊号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参加了联合巡航。外界认为，菲律宾在与美国进行联合巡航这个议题上有故弄玄虚之意。事实上，从最新这次美菲巡逻的阵容与地点选择来看，既有实又有虚，而且在联合之下也夹带了不少私货。据报道，此次美菲巡逻，菲方出动了3艘海军舰艇、2架 FA-50轻型战斗机和1架 A-29B 超级巨嘴鸟轻型攻击机。美方则出动1艘滨海战斗舰和1架 P-8A 海上巡逻侦察机。而根据菲方公布的视频显示，除了上述装备，在巡逻期间，美军 F-15战机、C-130运输机也参与其中。在进行联合空中巡航的时候，美菲战机呢都挂着空攻导弹，其中呢，美军的 F-15C 挂载的是 AIM-120中距空攻导弹，而菲律宾空军呢 FA-50呢挂载的是 AIM-9M 近距格斗型空攻导弹。这样的编队啊，还有呢这样的武器配置啊，那首先反映出来美菲联合空中巡航呢有明显的挑衅意味。另一方面也表明呢，美国空军战机呢是为菲律宾空军战机呢在提供相应的掩护。而且呢，美军参与联合巡航的 F-15C 呢是来自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第159中队啊，这个中队啊是隶属于美国空中国民警卫队的。那么由此呢，就很明显能够看出来，美军现在呢就是把更多的战机呢向亚太地区呢进行部署啊。特约评论员石红还指出，不论是从指挥控制、装备火力、通信手段等层面来看，这次美菲出动的舰艇和军机实际战斗力都很差，比如空中联合编队的空战和对地、对海攻击能力孱弱，海上联合编队的防空、反舰、反潜能力低下。不仅如此，由于美菲之间装备程度相差悬殊，美国没有给菲律宾出售先进的数据链，通信还要靠语音，这就使得美菲之间的联合作战能力非常低。因此，所谓的联合巡航明显是摆盘值大于实际意义。而且，美国派出的是 P-8A 反潜巡逻机和滨海战斗舰，这也暴露出美国以联合巡逻为名，夹带着在南海进行情报搜集任务和显示存在感的私货。过去，美国一直怂恿菲律宾在南海来挑衅中国，只是在背后上提供这个支持，尤其是在情报方面，给菲律宾提供很多信息，并没有太大规模的介入跟菲律宾的这种联合巡航。所以，美国透过这一次的联合巡航，除
除了帮助菲律宾壮大这个声势之外，他们也是借着这个时机来收集更多有关中国在南海这个潜水艇的信息。其实，美菲联合巡逻南海的计划起源于一手主导了南海仲裁这一政治闹剧的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是美菲用来试探中方的老套路。但前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主张通过对话去处理南海争端，很快叫停了相关行动。此后，在他执政的6年时间里，中菲在南海没有太明显的冲突，两国关系也稳定发展。但马克思上台后，亲美势力抬头，菲律宾军方在今年年初时就公开宣布，正在和美国谈判，讨论南海联合巡逻的相关事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美菲联合巡逻期间，菲律宾还炒作菲律宾记者与解放军的运输机不期而遇，渲染紧张气氛，试图通过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和西方世界的舆论压力来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还号称与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等国家形成联合巡航。而就在美菲联合巡逻任务结束后，据菲律宾媒体报道，11月25号到27号，菲律宾又与澳大利亚举行了南海联合巡逻。非媒体还特别点出，本次菲澳联合巡逻范围覆盖西部巴拉望岛附近海域以及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菲律宾资深媒体人黄栋兴就此对深圳卫视表示，从巡逻地点是否覆盖现在风口浪尖的仁爱礁来说，美菲澳之间显然有着不同的考量。那菲律宾现在是拉拢意外的势力来加入这个南海的巡航以及壮大这个国际的声音。那除了美国跟日本是他的2个战略伙伴之外，澳大利亚也是跟菲律宾签有战略协议的。澳大利亚对进入南海拥有很大的兴趣，所以这一次菲律宾拉拢澳大利亚在南海进行联合巡航，并且这个巡弋的地方会触及在这个仁爱礁等一些敏感的地方。而且，针对近期非媒体大肆炒作的美国已开始向菲律宾就修复在南海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军舰提供建议的新闻，黄栋兴也表示，这更像是菲律宾为了捆绑美国的一厢情愿。这个消息是美国的一个漏名的官员传出来的。实际上，现在这个坐滩的马德雷3号因为已经几乎面临着要解体了。那菲律宾想方设法要加固这艘破坐滩的军舰，所以在这个时候，菲方传出由美国的某方面的人员指导他们如何去加固这个马德雷3号，那明显的也是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壮大菲方的这个声势。据路透社介绍，自今年以来，美菲两国的军事合作升温极快。同比去年，马克思准许进驻菲律宾的美军数量几乎翻了1倍。在过去的12个月里，菲律宾在南海的冲撞行动已超过30次。11月10号当天，菲律宾更是派出了5艘船只非法进入中国仁爱礁周边海域。这一系列动作背后一直有美国的身影，最明显的就是菲律宾最近几个月的补给任务，都是带有明显炒作成分。据菲律宾商报透露，菲律宾每次的补给都有西方和菲律宾媒体跟船拍摄，并夸大中国海警船阻拦的画面，甚至不惜故意让中方船只撞到，以达到视觉效果。而这些飞船只冲向仁爱礁的同时，美国军舰负责在附近进行跟监，而且每次空中都会出现神秘无人机进行拍摄。据说这些都是美国海军波塞冬海上无人巡逻机。特别是小马可斯这次去参加 APEC 之后，他又去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指挥部去进行座谈跟考察。那这也是美国太平洋指挥部历年来所接见的第一个外国领袖。这些双方就是无非就是要加强菲律宾在南海的力量，所以最近菲律宾不断的出招，在南海这方面不断的挑衅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动作。还有一个行为准则磋商，现在又定了一个新的3年时间表，未来3年也可能要谈下来。如果行为准则谈下来了，签署了生效了，从某种意义上它会有一定的拘束力的。
那么现在他们干的这些事儿，肯定会为未来生效的行为准则所禁止。所以他现在有紧迫感，利用行为准则磋商达成前的窗口期，岛礁扩建，我控制这个岛，我把它填大，然后搞实质上去，然后民事力量、军事力量上去，你中国想要再收回没门儿了，巩固和扩大利益，所以他有紧迫感。再加上美国，他在南海加快牵引军事力量部署，增加在菲律宾军事基地，这个建立各种双边或者双边架或者小多边的安全机制，针对中国，联合军事演习、航行自由行动频繁，增加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和军事活动，阻止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南海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多事之秋，事而不断。这个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 APEC 期间，美菲还签署了一项涉核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向菲律宾出口核技术与核材料。虽然这个协议看似是一项民用合作，但从美国向澳大利亚转让核潜艇技术以及当前南海紧张局势来看，美国的意图可能并不单纯。要知道，菲律宾宪法明文规定禁止拥有核武器，但之前菲总统的法律顾问恩里莱就曾表示，小国只有发展核武器，才能保护自己不受侵害。因此，不排除美菲私下达成一致，先以民用核能协议作为包装，为将来正式堆放核武器铺路。虽然美国现在还需要经过美国国会的批准，才能正式批准这样的一个协议，但是菲律宾已经有很多国家主义者担忧这样的一个协议如果被通过了，那美国的核武器会借助非美的这个核协议，把这些核武器带进菲律宾，部署在菲律宾，以应对这个台海的冲突。所以菲律宾现在很多爱国主义者跟菲律宾的民间很担忧，如果小马可斯政权继续在跟美国在核协议这方面再更深一步，那就几乎让菲律宾的国土都会覆盖在这个核武器将来的冲突之间。我让我的盟友挑衅你的利益，这个影响你周边稳定，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你不是东盟现在是你重要的伙伴嘛？你第一大这个贸易伙伴嘛？我把你和东盟的关系通过南海问题，搞得不那么好，符合他的利益，然后增加东盟从安全上面对他需求的这样一种愿望和需求，这就是美国。达先生如何看美菲此次联合巡航所选择的时机？我其实不太倾向于认为说美菲策划了一个巡航，找了一个时间点，我要在这个时间点进行一次。他很可能是早就安排好的。他可能早都安排好了，但是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当你可能已经安排好了，但是现在中美元首刚刚峰会过啊，有一些比较利好的消息出来。如果你真的在这个问题上有比较多的考虑的话，你也可以推迟或者说不做这样的一个巡航，但是美菲仍然在这个时间点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巡航，而且呢，包括现在台湾地区的这个选举也是日益的临近。那在这种时间的敏感的一个时间点上，你做这样的一个准备，做这样的一个巡航，其实都会让人产生遐想。那恐怕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我在跟你谈稳定中美关系，但是我该做的那边另外一手我还是要继续做所以我想时机的问题呢，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么菲律宾又为什么甘当马前卒？小马克思政府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而在南海采取目前这样的一种作为？黎先生，就前天我跟一个菲律宾的朋友聊天，我说你们小马克思是怎么回事？他说不是小马克思有问题，小马克思是很正常，是杜特尔特有问题。所以你看，你今天讲巡航是不是停办7年？那当然就是7年前有嘛。那7年为什么没有？那是杜特尔特的关系嘛。因为杜特尔特跟中国特别的一个关系，那另外就是小马克思他本身来讲，就是说他自己就说要塑造自己不是这个杜特尔特的这个傀儡，所以他一定要很标新立异，跟杜特尔特不一样，所以他巡航不稀奇，稀奇的是这个时候的巡航，然后不但有美国，还有你也包括这个日本、韩国在旁边这个帮着吆喝。最近也都对这个菲律宾开始这个关系还是怎么了？那另外就这次来讲，就是说整个呢就离台湾呢只有140公里的这个亚米岛，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他当时又跟美国增加4个军事基地，那有2个呢都是靠近台湾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比较要注意的呢，大概就是在这个方面。今年以来，我觉得理解南海问题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要把台海问题和南海问题联系在一起。所以正因为有这种利益的互换，所以双方这个迅速的在加强这个合作的这种力度和深度。张女士怎么看小马克思在南海有所动作，是不是也是想借这个机会来进一步巩固他在国内的地位，并且在国内的这个政局当中来获得某种优势？南海问题呢，我们确实觉得这个小马克思上来之后呢，翻脸翻得太快，所以大家之前有这个预判，但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我觉得从几方面来理解吧。第一，我觉得是要看小马克思家族本身和美国的关系。当然，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因为他们家族有一些这种财产个人的问题，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还是有来自于美国对这个小马克思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压力。其次要来看的就是和小马个人的这个个性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在这种多种因素作用下，我们看到让小马一开头，我觉得他是有点炒作南海问题，但是现在来看，就是你炒作把自己架得很难受。现在我有一个学生做一个统计说，就看他这个国内对他这个民调，对他的南海政策的这个满意度数越来越下降，所以他就不得不升级他在南海一线的这个动作，他自己也很难受，所以他可能还是我觉得他自己本身对南海问题的把控，我们还是要画一个问号。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会不会在仁爱礁围绕着那艘船采取一些比较激进的动作。张女士怎么看？从他以前已经有的一些迹象来看，第一个呢就是油气开发方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菲律宾能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之前这个美国的公司已经和这个菲律宾在谈油气开发问题，因为他现在和我们的共同开发基本这个谈判已经停了。第二个点呢，就是美国实际上一直试图干预到 COC 的谈判当中，所以实际上他现在我们判断他对这个菲律宾的一些立场这些还是会支招，通过这种方式深入进去。第三点上，我觉得他实际上现在一直要做海事态势感知。那么这种海事态势感知就是通过一些情报信息的分享，那么及时的监控中国这个海上的行动，然后给这个菲律宾来支招，或者来制造更多的这个摩擦。还有一点上是我们会看到菲律宾和这个澳大利亚进行联合的巡航，所以说除了美国之外，像这种这个澳大利亚、日本这个实际上也是美国加入到这个南海问题当中的一个方式。那么至于仁爱礁来说呢，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是绝对不允许他对现有的这个坐滩的军舰进行加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刚刚也提到，美国是不是会从幕后走到台前？因为现在美国有些议员在说，美国要帮助菲律宾去加固。我觉得这个问题上，美国可能会更慎重一些，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红线是非常明确的。那么还有一点，可能就是在这个黄岩岛，我觉得实际上对于中非的对峙一些，美国会给一些远程的或者是间接的一些支持，但我自己判断，它直接出手的可能性，目前来看还不是很大。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美菲联合巡逻虽然阵容很一般，但从巡逻的地点来看，美菲这次可谓是煞费苦心。此次联合巡航，美菲避开了仁爱礁、黄岩岛这些敏感海域，反而是从巴士海峡的雅米岛附近开始向西航行，进入南海。要知道，菲律宾北部并不存在明显的岛屿和海域权益争端。此次美菲联合巡逻将起点放在菲律宾北部，暴露了两国的联合行动，并不是为了所谓的维护海洋权益，而是要加强对海峡要道的控制和对所谓第一岛链的封锁。有军事专家表示，通过美菲联合巡航以及美国强大的控制能力，就可以在台湾海峡南口，包括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和巴布沿海峡建立所谓美式屏障，切断战场，割断体系。这样，解放军舰艇、飞机通过3·8海峡进入台湾岛太平洋一侧的通道就会被阻塞。不难看出，美国的目标还是把美菲联合巡航当作借口，在台湾岛南侧展示所谓军事存在。一方面，美国通过日本在西南岛屿方向延伸，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岛最近只有110公里；
另一方面，通过菲律宾从北部向南延伸，雅米岛距离台湾岛最近只有140公里。这样一南一北，美国通过2个盟友就可以把自己的战略意图和战略能力向前部署。通过这种对称方式，南北对进，两方牵制，至少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所谓战力。特别评论员石红指出，从菲律宾的角度看，他是希望借机向其他国家炫耀得到美国支持，并希望给外界一种印象，那就是其未来在南海进一步侵权行动是有靠山的。在军事方面呢，美国呢给菲律宾呢提供了很多的好处。美国现在呢在菲律宾呢有更多的军事基地了。与此同时呢，美国现在呢是对菲律宾提供这样的支持呢，菲律宾当然也对美国呢现在是进行投桃报李嘛。他跟着美国跑，那给美国呢在传递一种信号啊，我跟你在一起，那么将来我有事的话，那你要必须得帮我。这呢是菲律宾现在呢在台海方向呢进行挑衅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情况。也就是说，目前为止啊，菲律宾还没有单方面在台海方向呢进行挑衅，它是跟着美国一起的。与此同时，近期媒体曝光美军正就在菲律宾最北部偏远岛屿巴丹岛开发港口与菲方进行谈判。这个群岛距离台湾最南端不到200公里，其最北的雅米岛距离台湾兰屿甚至不到100公里。事实上，早在8月底，美菲两国就开始了这一谈判。美方认为此举将方便美国渗透进这个面对着中国台湾且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事实上，自马克思上台执政以来，美菲两国便频频炒作所谓台海议题。今年2月2号，菲律宾国防部同意向美军再开放4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限，美军被允许进入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达到9个。这9个军事基地中有5个在北部面向台海方向的吕宋岛，其中1处军事基地距离台湾地区仅400公里。近日，菲律宾武装部队还在近台湾岛地区的吕宋岛北端举行了一连串军演，包括2期登陆作战和联合兵种实弹演习，以加强各军种共同作战能力，强化非军队所谓捍卫领土与海上安全实力。石红告诉深圳卫视，菲律宾现在是把台海问题和南海问题捆绑在一起，他是在通过向台海方向进行所谓施压，想让中国在南海对菲律宾做出某些让步。菲律宾非常清楚，台湾问题呢对中国来说呢是核心问题嘛。菲律宾呢在台海方向呢进行挑衅，它的目的是只在南海的。这一点呢，应该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因为呢菲律宾自身的实力还是呢比较弱的。他如果是要想进行在台海方向的介入的话，那他的实力远远不够。对于中方和国际社会的担忧，马克思5月访美期间发表演讲时表示，菲律宾会继续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如果未来台海发生战事，美国不能利用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对中国采取进攻行动。这一点，他4月底已向中方做出过保证。而在8月中旬释出的菲律宾2023至2028年国家安全政策，又将台海冲突风险视为该国重大关切问题。文件将台湾问题与菲律宾挂钩，宣称菲律宾担心台海动荡危及菲律宾经济稳定，导致难民蜂拥而至，并影响在海外的菲律宾国民的福祉。对此，石红表示，菲律宾目前不甘心成为美国的海上棋子，反而是想靠着美国，让美国为他去进行服务，甚至可以说，在不少情况之下，菲律宾是想鼓捣着让美国冲在前面，去跟中国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军事对抗。像菲律宾和美国呢加强军事合作，给美国呢提供军事基地，那实际上呢也是菲律宾在把美国往前推，让美国呢在南海方向为他呢去进行服务，也就是呢我挑衅，但是呢美国最后给我买单。同样的，菲律宾在台海方向呢进行挑衅也是一样的，他是极力的想挑动了中美之间的发生对抗。美菲此次联合巡航从巴士海峡的雅米岛附近开始向西航行，进入南海。值得注意的是雅米岛距离台湾岛最近只有140多公里。可是呢，对于菲律宾来讲，这样的一种玩法是不是也更加危险呢？将来美方会拉菲律宾一起来台海搅局吗？美国在强化它的盟办体系，他希望这个
他的这些盟友，比方说菲律宾过去，可能在美国的盟友体系里并不是特别重要，他现在希望菲律宾呢发挥一个地区角色。菲律宾也许是从那个本身美菲就是国土防卫在向区域发挥作用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包括美国在菲律宾的这些军事存在在加强，我想当然它不是仅仅服务于国土防卫的，那么它确实是要在地区里面发挥作用。那么这里面可能将来澳大利亚因为非常遥远了，那么澳大利亚、菲律宾啊，这个连接起来，可能我觉得更有意义吧。所以我想在未来的这个图景要更大一点。我觉得菲律宾是这个比较大的图景里的一个环节啊，它正在往上作用在往上提升。就是美国现在这些军事基地的部署，不仅是在菲律宾，它好比在澳大利亚，包括在现有这个韩国、日本，它这个基地的作用的范围都在扩大。实际上，可能要再大的这个事业，就是说，美国实际上现在认为印太地区是整个它全球军事这个重心之一。那么在印太这个地区，它所这个要做的一个军事装备，这个军事的部署，它整体上是一体化威慑。那么到了这个西太，它叫做是太平洋威慑。那实际上就通过在这个地区本身加强它军事的部署，先进的这个军事设备装备的一个使用。美国是绝对不会想在这里跟中国干。但是美国希望给中国制造麻烦，其实美国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它都是也做最坏打算的，所以整个台海对美国讲，它只是它的一个战略东西、战略线，但是对日本、韩国是它的生存线。所以在这个所以美国会知道，这个你日本、韩国比我更急，他这个时候假如说不守，台湾不保了，那他就希望说台湾呢中间有些乱，那要给台湾添乱、社会添乱，我是觉得菲律宾是个很好的地方。据外媒报道呢，美国总统拜登最近批准了向台湾提供8000万美元的军事融资。岛内媒体炒作啊，这笔预算是美国近40年来首度用纳税人的钱军援台湾。达先生怎么看这次军援和以往有没有什么不同？那是否又包含着某种警示的意义？我们可以说在美国武装台湾的这个道路上往前又走了一大步啊！这一步不是说在于真的有多少钱，而是在于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其实包括最近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比方说美国在台的军事人员的数量啊也是增加了啊。那么这些呢都在触碰这个关于台湾问题的一些中美在台湾地上的一些底线。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现在在不断的往前拱啊，包括在台湾预制它的战略能力啊、战争能力，这些呢，我想对中美关系、对台湾本身啊、对台湾民众的这种安全，我觉得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步伐呢，我想是非常的值得警惕的啊，也是我们其实中方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反对它交涉啊，这个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当然，独派的就觉得心里安慰啊，但是我们明白的人就搞清楚，这是把台湾往战场推进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现在跟过去就不太一样了。就这1-2年台湾人已经因为美国太入股了，怎么讲呢？就台湾叫兵役延长了，什么延长？那台湾人知道说可能真要打仗了，所以他会比较冷静的是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也有分析认为呢，目前中美在台海啊，应该说是一个在台湾问题上吧，应该算是一个僵局。但是这个僵局呢，总是要打破的，我们总是要向着统一的方向去推进的。还有人认为呢，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中方提出停止武装台湾啊，这个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啊，实际上啊，这已经是在外交层面或者说在中美元首的这个会谈桌上，就已经是往前走了这么一步。您怎么看？这两个话呢，都是有明确的指向的啊。第一个，停止武装台湾，这个呢，就和我们刚才谈到的。最近美国对台湾的不管是军售，然后还有军援，还有其他军事人员的存在这一类的啊，我们所以要求停止武装台湾，这个我觉得是明确的在指向美国现在的新的发展。支持和平统一呢这件事儿呢就很有意思，因为美国人长期在讲的他的所谓的美国人叫一个中国政策啊，一个中国政策它的核心他说是要求两岸和平解决，对统一呢他从来不说话。其实我们中美的学者在交流的时候，我们经常跟美方说，如果你支持和平解决的话，你就应该支持和平统一，因为和平统一是和平解决的一部分，你为什么不能讲？按照你的话，你也应该能讲。其实美国很多的学者，包括一些前官员，他们私下都承认说，支持和平统一其实并不违反，或者你哪怕说我不反对和平统一，并不违反美国自己的政策，但是美国不愿意讲。
美国最近的这个一中政策，我们说在虚化，它表面上是一中，底下不断的在掏空啊，里面那些内容都没了。我们在这个和平统一的问题上推动美国要往前走，我想也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就是停止虚化啊，你要里面你的内容要讲清楚，你不能说就讲了个一中，实际上在事实上支持台独，那是不行的。而且统一问题呢，它确实不仅仅是一个领土的统一。它也是一个人心的回归，它是一个两岸社会的一个融合，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长期的问题。所以我想呢，我们对台的这个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没有变化这个是稳定的当然我们会，特别是在经济社会这些领域，我们会做更多的事情来吸引两岸的融合，来推动两岸的融合。这个我想我们是已经在做的，未来也会继续在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美元推进中美关系持续改善发展。外界普遍认为，美方应拿出更多的诚意，展现出伙伴间的正确相处之道。美方对于自身做出承诺必须严格遵守，必须在具体领域有实际行动，落入此前言行不一的旧有模式中，否则中美关系发展很难推进到新阶段。我觉得谢峰大使的这些表述应该说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就是说，我们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对华的行为的这个一些认识，实际上美方有时候呢，对华政策呢是进一步再退半步甚至有时候呢进一步退2步。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美之间虽然这个官方层面上或者领导人政府层面上态度相对来说美方的表态比较积极，但实质上他是说一套做一套。这点是很明显的，尤其美方要更加认真地负起责任来，需要中美之间在一些具体领域上进行一些合作，这样才能够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向前的发展。北京时间2023年11月10号17时24分，从旧金山飞往北京的美联航 UA888次航班平安落地。这是自2020年2月2号达美航空 DL189次航班抵达首都机场的3年9个月后，再次由美国航司直飞的定期客运航班抵达首都机场。起飞当日，美联航在值机柜台安排了一场庆祝活动，为首航乘客发放庆祝礼物并拍照留念。网友在社交媒体发文感慨复航，在评论区有其他网友发布了一张过往飞行中拍到的照片，感慨到当年的 AA186 北京飞芝加哥物是人非啊！照片中透过机翼下方的云层，远处是依稀可见的一道曙光。另一位网友回复：都会回来的。目前，中美往返航班的恢复正进入加速期，这是两国相关部门以实际行动落实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所达成共识和愿景的体现。
今年年初，中美之间每周往返直航航班才勉强上2位数。自5月份开始，连续大幅增加，到现在合计接近70个。相应的机票价格也大幅下调，这深受中美两国社会欢迎，也是中美高层沟通恢复和加强的具体成果之一。不过，每周70班对中美2个大国的往来而言还是太少了。现在中美关系虽然有很多的一些对抗性的一些紧张状态，当然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稳定，但是这个稳定的基础啊，需要得到一种夯实，而这种夯实呢，就得需要真正是要在民间社会层面，因为中美间的这个官方层面的这种对话交流呢，最终要落实到社会，落实到人民。在中美军事交流重启之后呢，美方在中国周边的挑衅行动非但没有收敛，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势头。达先生怎么看美国这样做的这个动机？他有什么意图？我想他意图应该很清楚，就是一方面他要继续做那些我们中方认为是侵害中国利益的事儿他要继续做。另外一方面呢，他不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意外他又希望所谓美国人讲叫修建护栏。大家就讲了，你修建护栏系安全带，你是想超速行驶，你想开车你想搞危险驾驶是吧？你搞了危险驾驶，你说又不能翻车，那我们还赶紧把护栏修好，把这个安全带系上。所以呢，确实我们中方呢，一方面我们中方当然也不希望看到任何意外这个确实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但是呢，解决这种意外可能性的最重要的办法，到底是停止危险驾驶，还是修建护栏这是我们中方一直对美方这么讲的这些话。那么当然，我们希望美方停止危险驾驶具体来说，像所谓自由航行的行动抵近侦察呀这一类的这些事情，我们认为它应该要停止至少你要减少当然，在目前我们一下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前提下，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中方应该说也展现很大诚意。现在我们要去大家增加，至少先交流起来，沟通起来。其实旧金山峰会并不是说护栏就修好了是大家对话机制恢复了。对话机制恢复了，当然可以在对话机制里面通过增强互信来让美国降低它的频率，甚至减少这个行为。当然也与此同时，如果你这方面有比较好的做法呢，那我们也和美方一起，我们来共同建立一些危机规避和危机管控的措施，这样呢来让大家都处境更安全。我想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美国明年呢也会进入大选年，在这种情况下呢，中美关系是否会出现新的变化？如果会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大先生，就是我们看那个选举对国际关系的一个影响，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高估一个国家国内选举对国际关系的冲击。原因就是我们可能分不太清楚风声、雨声和雷声，或者说你听见风声和雨声，你觉得打雷了，说双方有一方认为打雷了，然后你采取行动了，可能就危险了。选举年呢，实际上就美国来说呢，它不是一个出台重大政策的年份，就是因为两党候选人都要去选举你也不太会搞一个大的政策的变化。所以我相信从拜登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他可能会求稳。他希望求稳，他不希望再有新的危机出现，他不太会做很多事。而最近在中美这次旧金山峰会之后呢，应该说中美具备了一个短期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我希望我认为呢，拜登政府呢，那么他的主观愿望上也希望能延续下去。但是我觉得不是说没有风险。明年选举年，选举的过程当中，美国的选举过程当中，我觉得第一个风险呢是你会听到很多风声雨声。风声雨声它不是没声音，有言辞和行动之间的差别并没那么大。有些话讲出来了会有后果的，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把它一风吹掉了我觉得，所以这个选举年我们一定会听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话语出来，不管从哪个党出来，那么这个可能都会造成问题，也会引起中方或者是其他各方的一些紧张。第二个呢，明年这个台湾，刚才我们讲到台湾这个地区领导人选举之后那么会不会美国国会会有动作美国国会里的某些议员会不会有动作比如说如果是绿营的人当选，那么他们会不会去访问会不会有那会不会引起新的危机？我觉得这些都是危机点。但是总的来说呢，我想，美国大选最大的变化会是选举结果，而不是选举过程。
如果美国选举的结果最后如果说真的共和党赢的话，也就是说美国白宫换人的话，那么它的对华政策、它的对外政策、它的国内政策都会发生极大的变化。欢迎回到决胜制高点，我是克奇。以旧金山为新的起点，中美关系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但是呢，一方面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多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大选年当中的美国啊，往往也让人感到难以预测。从这个现实来看，明年这一年啊，我们明确明年这一年，中美两国要守住什么样的底线，又是否有可能使两国关系有所发展？达先生。我想，底线或者说我们明年要追求的主线应该是稳，啊，就是中美关系，不要出现重大的危机。如果出了点事儿，尽可能把它控制好。因为我们第一，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么现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另外一个呢，明年是一个敏感的年份，这个选举年，美国的选举年，所以我们希望它尽量能够稳住。如果明年的关系能稳住呢？假如美国国内自己它的对华政策、外交政策也有延续性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稳延续到下一届政府里。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推动的或者追求的一个目标。我想一个前提我们还是要清楚，就是中美关系啊，其实结构上并没变化啊，而且呢，这是一个以消极面大于积极面的关系，这一点不会改变。啊，我们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说有一些具体的问题，也许明年可以有推进，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推进，但是对中美关系呢，不能抱有太高的期待和幻想。确实说这个中美的关系，它实际上是不仅是两国的关系，它对整个地区关系整体的这个安全态势的影响作用是非常的大。但是现在来看呢，我觉得实际上跟达维老师刚刚所说的一样，我觉得4个字就是斗而不破，因为我们确实看到这个整个中美如果说实质性的这种交接或者是交锋，那它就是在印太的海上地区。那么现在实际上双方的这个军事力量在海上的这个存在或者接触的频率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能够保持斗而不破，我觉得对于整体上这个地区的稳定，甚至是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大的一个贡献。中国的一个战略定力是很强的，它不是你美国谁当选来决定，而是它这个定力是会对你谁当选来应变。中美之间没有说谁输谁赢的问题，只有共赢，然后全世界获利，或者共输，全世界蒙其